七国集团峰会落幕，公报充满了意识形态挑衅，多处干涉中国内政。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进行了言辞驳斥。拜登走出去外交首秀，表面上一团和气，但是法德领导人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给拜登面子。七国集团继续保持空谈大会本色。7个发达国家声称要为发展中国家筹集40万亿美元搞基建，又认捐10亿剂新冠疫苗给贫穷国家。看起来热热闹闹，但钱从哪里来了？毫不意外呢，这是西方国家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非市场行为。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周日在英国康沃尔郡闭幕。主办方英国的一位礼宾官员表示，这是七国集团领导人多年来第一次能够融洽相处。他们周六晚举行了海滩烧烤，品尝了当地捕捞的纽林龙虾和康沃尔起泡酒。从表面上看，这一次G7美国的影响力应该说是上升了。那也就是说，表现出能够把各方聚集起来并且向着美国所期待的这个方向去推进。但是呢，背后还可以看出来，还比如说欧洲想欧洲的事情。日本想日本的事情，也就是西方7国的这种协调，国际协调，事实上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所表演的这些东西呢，无外乎就是有一个平台，大家在聚在一起去讨论彼此都不相通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国际问题。那这一次表现得更加突出，也就是在疫情下，那各方考虑的问题、考虑的利益也显然是不一致的。七国集团峰会公报意识形态意味浓厚，强行打人权牌，并多处干涉中国内政。针对七国集团峰会公报多处谈及中国，并在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上对中国提出批评和要求，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表示，七国集团峰会公报相关涉华言论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进一步暴露出美国等少数国家的险恶用心。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国及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尊重事实、认清形势，停止损害中方利益，多做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的事情，而不是人为制造对立和摩擦。这一次呢，针对中国的一些问题，那也就是说几个问题都是有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各国呢普遍的一个炒作，但是呢能反映出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西方各国事实上存在着国内政治问题，也就是内政问题驱动着各方在G7的平台上要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点，是内政的一次国际关系的折射。七国集团峰会公报还批评中国实施非市场性政策和措施。中国驻英使馆发言人强调，这种指责与事实不符，与道理不通，中方坚决反对。中国致力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比之下，美国等少数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动辄利用国家机器打压中国企业，给企业间的合作人为设置障碍，这才是典型的非市场性政策措施，违反世贸组织原则和市场竞争规则，是贸易霸凌行为。而实际上，美欧自身在贸易问题上的矛盾就没解决。在周日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总统拜登，为何至今仍未取消特朗普政府时期对欧盟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的举措。对此，拜登给出的答复是：我需要时间。120 days, give me a break. Need time. 目前，美方没有解释拜登回答的120天是什么意思。拜登擅长提出外交和内政的宏大愿景。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白宫官网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时发布一项声明，称拜登提出建立一个由主要民主国家领导的、以共同价值观为导向、高标准和透明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以帮助缩小发展中国家40多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需求，称为重建更美好世界。路透社认为，这项计划针对中国的意味明显，但问题只有一个：钱从哪里来？钱又会撒到哪里去？在拜登提出的2.3万亿美元基建计划都被迫缩水的情况下，拜登政府拉上6个有钱的小伙伴，为发展中国家筹集40万亿美元的基建资金，这听起来是个无底洞。事实上，在对华问题上，美欧也有温度差。拜登上台后，在美国多个部门建立了所谓的中国工作小组。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在本次七国集团峰会上提议设立一个应对中国的特别工作组，但这引发了七国集团内部的分歧。德国总理默克尔欢迎成立工作组，但反对将其定性为反华行动。
默克尔要求这个工作组成为七国集团与中国沟通合作的交流平台，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和经贸等议题方面。他强调，这个小组不是为了反对什么，而是要支持某些事。在这些领域，如果撇开中国，则将永远无法找到解决方案。如果一个G7的小组不管是针对任何问题解决任何问题的小组，如果能够成立，并且呢能够发挥作用的话，那么08危机以后，事实上G7就可以解决08危机的问题和包括欧债的问题、欧债危机的问题。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那不得不去靠G20这样的一个体制来去解决所谓的危机的问题。那么表面上搞出一个所谓的集体的小组来应对中国问题，事实上呢，不过是他们希望有这样的一种团结、一种共识，但事实上可能呢，目前看还是很困难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峰会结束的记者会上强调，七国集团不是对抗中国的俱乐部。他指出，他看到中国走出的道路在过去几十年让数亿人脱贫，同时他也承认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不同。马克龙强调，现在发展同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需要坦诚与尊重，七国集团应该去直面分歧，但不能把这种分歧夸大。马克龙还建议七国集团在所有议题上都与中国展开合作。此前，法国总统办公室爱丽舍宫透露，在峰会开始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协调对华立场，强调欧盟不仅视中国为系统性竞争对手，但也是全球事务合作伙伴。首先呢，就是法国为首的这个欧洲各方，应该说他们考虑的问题历来就是跟美国不一致的。法国面临的是一个选举的一个进程，这个政治进程可能要求法国的领导人要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欧洲意识法国意识，而不是美国意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G7各方除了美国以外的各方非常清楚美国在做什么，也就是在G7峰会期间，那美国邀请中方做了一个外交高层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那这个G7除了美国以外的各方实际上是看在眼里想在心上。那这个已经反映出他们之间的不一致。在美方近期频频进行政治化操弄的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马克龙也强调，病毒才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现在当然需要弄明白新冠病毒的来源，但不能听某个国家的一家之言。病毒的溯源应当基于清楚的事实，并通过所有国家的合作，由世界卫生组织来展开调查。显然，各方并不是愿意追随美国政治。也就是说，现在看的话，自然灾害大家心里都知道，那它有它的规律。但是呢，如果把它政治化的话呢，那就各方就要去为美国去洗地眼，去这个付出不应该付出的成本。这样看的话呢，不利于本国，也不利于整个世界的这种和平和发展的环境的建设。所以呢，总体上看，既然美国提出这么荒唐的东西的话呢，各方要坚持自己的正确的东西。华尔街日报指出，整体而言，七国集团峰会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实际冲击有限。新冠疫情在全球扩散后，中美、中欧、中日甚至中印贸易不仅没有缩减，反而继续增长。美国和盟友要在短期内改变这种状况，可能性微小。事实上，随着新兴国家的兴起，七国集团连自身问题都难以解决。七国集团逐渐流于形式，多家西方媒体批评本届七国集团峰会空谈的多，实干的少。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疫苗是这次峰会的核心议题，将致力于结束疫情大流行。英国外交官员则直接称这次峰会是疫苗峰会，七国承诺向较贫穷国家提供不少于10亿剂疫苗。但法国总统马克龙透露，7个国家将要求制药厂另外做出承诺，捐赠相当于其产量10%的疫苗。这意味着所谓的10亿剂疫苗将是政府请客，企业买单。而且按照拜登的说法，美国认领的5亿剂将分2批提供，今年2亿，明年3亿。英国宣称要捐出1亿剂，但目前仅制定了500万剂的捐赠计划。
但按照此前世卫组织的测算，全球需要至少110亿剂才能达到70%的接种率。因此，七国集团的承诺不仅是杯水车薪，更是远水不解近渴。目前全球疫苗鸿沟不断拉大，世卫组织统计，截至上周一，富裕国家占有的新冠疫苗剂量占全球的44%，最贫穷国家仅占0.4%。美国媒体报道称，到今年暑假，美国多余的疫苗将超过3亿剂，并谴责拜登政府囤积疫苗是道德上的恶行。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呢，七国集团在会后终于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公报中的主要内容都跟中国有关。您对此如何解读？我们知道，七大工业国家集团原本只是一个旨在处理全球，尤其是七国集团内部经济问题的一个非政治性的组织。然而，这一次的公报内容不仅充满了浓浓的政治味，而且是有史以来意识形态色彩最为强烈的，几乎都通篇都充斥着所谓的人权与价值观念等词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跟过去的七国集团会后公报相比，这一次还点了中国的名，直接将矛头对准了中国的新疆与香港问题。除此之外，这份联合公报的第二大突出特点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介入了中国的台湾问题，并且在内容与措辞上跟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美韩领导人联合声明以及日澳2+2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都保持了一致性。这显然是美国在背后完全操纵的结果。它标志着拜登政府在将日本、韩国与澳大利亚拖进台海局势的浑水之后，又把七国集团也拖下了台海局势的浑水。由于七国集团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组织，因此此举也就相当于是公然的把台湾问题给国际化了。这个口子一旦打开，意味着未来七国集团干预台海局势有可能会走向常态化。第三，这份公报还介入了中国的东海与南海主权之争，并且第一次将东海问题与南海问题并列起来了。公报声称，七国集团领导人继续对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局势严重关注，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与增加紧张局面的企图。我认为这背后应该是日本方面运作的结果。那么第四，此前有报道说，欧盟对美国总统拜登推动的重新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表示支持，并敦促中国给予研究人员完全的准入。七国集团的正式公报没有使用如此强硬的措辞，但是也顺应了拜登政府有关要求进行第二阶段及时、具透明度以及由专家负责、有科学依据的溯源调查的这么一种说法。公报中的第五大特点，在涉及中国与全球经济竞争议题上，明确了七国集团将采取集体方式，应对所谓损害全球经济公平及透明操作的非市场政策与做法。我们知道，即使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美国的挑唆下，中欧在人权和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纠纷，甚至是冲突，但是在经济领域，欧盟还是保持了自己的高度独立性与自主性。然而公报却明确了七国集团要在经济上抱团来应对中国。而在我看来，这份联合公报中唯一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原本英国首相约翰逊提出的有关设立特别工作组来应对中国的倡议，并没有出现在公报当中。